欢迎回来。周三上午，中共中央总书记、国家主席、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，和正在天河核心舱执行任务的航天员聂海胜、刘伯明、汤洪波天地通话问候，期待他们胜利凯旋。3位航天员也向总书记汇报了工作生活情况，并表达了不负重托、不辱使命的坚定决心。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，天地通话整个过程语音顺畅，画面清晰。据北京空间信息传输中心总体工程师郑永辉介绍，由多颗中继卫星组成的我国天基测控系统，成功保障了这次天地通话清晰顺畅。画面上，航天员虽看起来没戴耳机，实际上他们带着精巧的骨传导耳机，连接手机蓝牙，再通过 WiFi 连接舱内设备。神舟12航天员每人都配备有手机和平板电脑，具备天地之间拨打电话的能力。闲暇时间，他们也可以和家人互相问好。这是中国载人空间站的一个首创。连接无线 WiFi 后，航天员可以按照地面的习惯来开启自己的太空居家生活。在未来的出舱活动中，航天员也一样可以享受到 WiFi 的便利。回顾此前，神舟5号发射时，航天员还不能看到地面的画面。神舟10号发射时可以看到地面画面，但传输速率、后续图像还远远达不到天地通话的要求。而这一次的天地通话中，舱内陈设、航天员面部细节，甚至旁边墙上用中文写着的小字，都看得十分真切。一个小细节的变化，体现了中国载人航天技术的巨大进步。深圳卫视记者还注意到，3位航天员身后悬挂着2面鲜艳的国旗和党旗。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，总书记和航天员们的亲切通话，为党的100年华诞献上了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大礼。这艘往返天地的生命之舟成功发射，创造了5项中国首次的航天纪录，刷新了我国载人航天技术的新高度。中国人首次进入自己的空间站，开启了我国空间站建造的新篇章。按计划，在神舟12号任务期间，航天员将在机械臂的配合下开展2次出舱活动。3名航天员中，1人在舱内操控，2人完成出舱，预计需要6、7个小时。为了尽可能减轻航天员在舱外作业的负担，核心舱上的一个机械臂可以快速将航天员转移到指定位置，既可以节省体力，也方便携带各类工具设备。现在，中国空间站正在距离地面近400公里的太空中飞行。目前，空间站已基本建立驻留环境和信息系统。按计划，今明2年，中国还将实施8次飞行任务。到2022年，中国将完成空间站在轨建设，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。之后，空间站将进入到应用与发展阶段。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。陈先生您好，今天中国航天科学家赴港讲故事，您觉得有何重要意义？美西你好，当中国独立建造的空间站开始运行，习近平主席与在空间站工作的3位航天员通电话相互致意的今天，世界呢都在感叹这个中国上天了。这样的时刻讲述中国故事，讲述中国人登天的故事，是非常的合时宜，而且呢令人鼓舞。而中国航天科学家选择在香港讲故事，则是很有深意的。我认为呢，这深意起码有3点：一是航天科学家们呢用自己的亲身经历，用中国人飞天的生动故事，言传身教是怎么样爱国。这爱国的质感呢，是去年以来很热的词。香港的从政者和公务人员对爱国者呢相对了解，但是普通港人，特别是青年学生，对什么是爱国、怎样爱国还存在一定的疑虑。航天科学家们呢便讲了一堂课，这个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爱国、怎样爱国。二是为中国航天做出杰出贡献的专家之中呢，一样有香港青年和在香港读过大学的。那么香港理工大学呢，同样在为这个航天事业从事科研工作，在为国家使命贡献智慧和力量。在航天业，香港和内地呢早就融为一体。那么在其他领域和行业呢，中国的航天科学家呢在香港讲学论道，一方面呢是要香港青年看到国家发展的美好前景，另一方面呢是要香港青年风发有为，参与到航天等国家重大的科研工程之中，实现自己的价值。3是航天业是人类共有的事业，中国空间站欢迎外国科学家参与研究。国际空间站之中呢，本来也有各国的这个研究人员，也就是说呢，探索浩瀚的宇宙
视为人类这个某共同的福利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。那么，在香港这样的国际化城市举办这个航天科学讲座和航天展，也展示了中国对空间探索的开放性和国际化。不仅希望香港青年和香港科学家参与，也是希望呢世界各国的有志青年和科学家共同遥望星空，为人类文明的延续和发展尽自己的责任。西方媒体对航天科学家耀香江有怎样的报道和评论？很遗憾呢，到现在还没有看到西方媒体的相关报道。他们积极地报道了神舟12号飞天以及进入空间站活动的情况，但是没怎么报道这个航天科学家这个闪耀香港这件事。这呢是一件很有趣的现象，很值得玩味。我想呢，西方媒体之所以沉默，大概呢也有2方面的原因。第一呢，在拜登的欧洲行之后，这个美西方呢联合抗华的这个情绪在上升，而中国航天科学家讲的中国故事呢，是最尖端的科技之一，也是呢和美西方可以平视竞争的领域。所以呢，他们不想传播这些足以令一些西方人呢感到不舒服的消息，以保持或者是维护所谓的政治正确。第二呢，中国的航天事业是在美西方的处处设限、处处围困的这种艰难处境之中独立发展起来的。在太空科技方面呢，他们对中国的打压呢是最严厉。中国呢曾经希望参与国际空间站的建设，但是呢被拒于门外。中国呢曾与欧洲合作发展导航系统，结果呢受了一肚子的气。但越是呢被西方打压的领域，中国呢发展的越好。那么从上世纪60、70年代的2弹1星，到载人航天，再到探月工程、登陆火星，都是突破美西方技术封锁，依靠自身力量独立发展起来的。美西方的媒体呢报道这些故事这脸上呢恐怕是挂不住，因为呢这报道呢就是自曝丑陋、自取罪利，那么给中国人长志气。所以呢，对时代精神耀香江这样的中国天文史主题宣传活动呢，他们呢就沉默不语了。好的，也谢谢陈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，谢谢。